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王哥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马上就要吃年夜饭了，在这里祝大家2021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另外呢，非常感谢大家2020年对我的支持。那今年是牛年，作为一个美食 UP 主，所以呢，咱们今天必须得整一个全牛宴。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小伙伴都能在牛年牛气冲天。为了整这个全牛宴，我还特意整了一头牛的模具，应该是竹子做的，很结实，很漂亮。如果经常吃潮汕牛肉火锅的小伙伴，应该都有见过这样的盘子。现在呢，就要把牛身上对应的每个部位放进这对应的筐里面。那中间这个最大的筐，我准备拿来放牛杂。我已经和一位粉丝联系好了，他正好开了一家潮汕牛肉火锅的餐厅，然后他已经帮我把这些部位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带着这块盘子过去装就可以了。那咱们走着，老板，我要的牛肉都准备好了没有？来了，小王哥，东西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这些是牛内脏和牛下水，这些都是部位肉的，要不要我帮你切一下？可以啊，帮我切一下吧。这个是什么肉啊？这是正宗的雪花博朗，一头牛就这么一小块。博朗雪花，那应该摆在这个部位。这又是另外一个部位是吧？对，这块叫食人，食人跟博朗两个部位都是很相近的，所以花纹看得很像。这个是食饼吗？对，这是食饼，这是腱子肉上面那一块肉，也是带筋的，吃起来也是很脆。这个跟西餐的好像都不一样哦，风华都不一样，叫法不一样。对，咱们潮汕牛肉嘛，主要就是吃牛肉的分割部位，然后把筋膜全部剔干净，切薄一点，吃起来才有那种滑嫩的感觉。食饼应该是摆在这个部位的，太长了。这个就是胸口油了。对，这是刚分割下来的胸口油，所以上面会带一点嫩肉。哦，这个胸口油烫火锅非常好。对，它是越煮越香，而且会很脆。对，这个部位我喜欢。摆胸口油的部位太小了，胸口油才是吃这个火锅的精华。这个看起来就是腱子肉，一条一条的。对，它是带筋的，吃起来是脆的。这三花腱。对，三花腱子也叫三花子。三花腱靠牛腿的部位，这个带一点筋膜，吃起来口感超级好。就这个盘子太小了，这个看起来像吊龙，是不是吊龙？对，就是牛脊背上面那一块肉。这个口感没有那么脆一点吗？这个口感是非常嫩的。嫩的。对，如果说喜欢吃嫩的，我就建议吃这一块。这个也是刷火锅必点的呀。这个跟胸口油会不会像这么肥拼啊？对，这个肥拼也就是肥牛。但它这个油应该跟胸口油一样不一样哦，不会脆哦。它这个是嫩，很多人喜欢吃这一块。这个也很油，这个油是香啊。这哪个部位哦？这就是嫩肉。嫩肉。对，没有什么脂肪，也没有什么筋。对，这个部位的牛肉好看，非常漂亮。这个也是腱子肉哈。对，这是后腿的五花子，它这个纹路特别多，特别脆。这个纹路也很漂亮，五花腱的纹路也非常漂亮。那接下来就是牛杂，牛的内脏哦。对，应该有好几种哦。我都给你分割好了。可以，那我把它摆到这中间来吧。这个是牛肚，这一边是金钱肚，它的叶子比较大哦，比较脆。金钱肚它是跟牛肚连在一起的，它比较脆一点。哦，这个是牛百叶，也就是毛肚，只是切法不一样，对吧？对。这个是牛肠，好像牛肠刷火锅我还没有吃过。今天可以试一下。这个毛肚跟牛百叶是一样的，这个是涮火锅的扛把子，吃火锅必点的。这种东西只要刷10秒钟以内就可以了。这个是黄喉，牛黄喉，这个也很爽脆的。那剩下这个盘子就装不下了，我们用这个小的盘子再装2盘回去。等下那个牛舌头也帮我切一点啊。好的。这个是牛的叉，我们以前也有做过一期视频了哈，你们懂的。牛板筋、烧烤饭哈，这牛筋，这些都会混在一起了。牛排、牛尾巴，差不多，还有没有别的？基本上都在这里，还有一个牛舌还没切。牛舌切完就可以了。对。那把牛舌再切点打包走就可以了。好的。这牛舌好大，一头牛1000多斤，表面都修了好多。对，主要是吃它的精华部分。那么全部都准备好了，现在要在你这边再打包点汤底，还有蘸料回去。没问题啊，我都给你安排好。对，还有多少钱也要算，全部加汤底跟蘸料全部算。那个友情价吧，拿200块钱就好了。那不行，这个东西还是要这么多肉，至少大几百块钱，200块钱。那
牛肉已经全部填满了，这样子看起来还是很有感觉的，非常感谢老板的协助啊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些都是哪个部位哈？这个是三花趾、胸口油、勺柄、勺棱、雪花伯朗，那这个就是吊龙、回拼、精选嫩牛肉、五花趾，中间的这个就是牛杂了。这个是潮汕牛肉的分法，那如果是西餐的话又不一样了，比如吊龙就是西人的部位。既然是全牛宴，那咱们今天就把牛的每个部位都吃过去吧，就连牛筋丸跟牛肉丸都打包了。另外呢，毛肚跟胸口油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，所以又打包了2个。那锅里的话，这边是牛骨清汤锅，那这边是牛油火锅。我个人的话是非常喜欢这种辣的牛油火锅，贼香。先来杯82年的牛骨汤压压惊吧。先来点香菜，再来几勺热热的82年牛骨汤。舒服啊！我准备开始了哈，先把胸口油给放进去煮。胸口油，我个人是希望它煮的久一点，煮2-3分钟都没有问题，越煮越香，越煮越脆。先给你们整一点火锅界的扛把子毛肚啊，7上8下，也就是7-8秒钟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可以了。沾一点酱，来，粉丝先吃。哇，刚刚好，好脆哦。哇，但是它这个锅里有点辣，好上头啊！怎么样？很好吃，脆不？非常脆，非常好吃。牛肉丸，给它下锅煮一下；牛筋丸也给它下锅，这些都是经得起煮的哦。胸口油应该可以了。哇，好漂亮！口感硬硬脆脆的，好香哦。先来三花剑吧，三花趾，这个部位刷8秒钟就可以了，跟毛肚差不多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脆脆的，非常好吃。这个是石饼，这个也是刷8秒钟就可以了，完美。哇，蘸的这个沙茶酱实在太好吃了。来个牛筋丸，再来个牛肉丸，哇塞，还有一个胸口油。脆脆弹弹的口感真的太好了。我个人还是喜欢牛筋丸的口感，超脆、超爽、超好吃。喜欢吃嫩的小伙伴建议吃牛肉丸，喜欢吃有口感的还是牛筋丸。摊一点食人，这个也只要8秒钟就可以了哈，我都觉得不要8秒钟可以了。跟食饼的口感差不多，我个人还是喜欢三花趾，试一下这个雪花伯朗哦。像这种肉烫8秒钟就足够了。这个部位的肉偏紧实一点，还是食饼食人会更嫩一点。吊龙也7-8秒钟哦。吊龙好吃，肉嫩，然后这个筋有点脆脆的，口感很好。来试一下回拼，这个也烫8秒钟哦。这个怎么跟腊肉一样呢？回拼的肉不够嫩，但是这个油不错哎，好像吃的真的不会腻哎。试一下这个精选嫩肉，哇，好漂亮！老规矩，8秒钟。这个比回拼好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吊龙跟三花趾最好吃的。看一下五花趾，这个我觉得跟三花趾应该差不多吧。我就喜欢这种肉夹筋，咬起来有点脆脆的感觉。好吃好吃。牛舌也是7-8秒钟啊。这牛舌切的足够薄，好嫩哦。来碗汤解解腻啊。哇，牛骨汤是拿来喝的，辣的是拿来刷锅的。哇，继续整啊，整这个牛杂，这些全部一起整了。这里面好多东西啊，百叶可以了，百叶要先吃哈。
百叶跟毛肚一对比，我觉得还是毛肚吃的爽啊，大片大片的吃，口感感觉更好。哇，黄喉太好吃了，好脆哦。哇，这个毛边好软啊，再来毛边吧。好软糯哦，满满的都是胶质感。这个牛鞭好吃，这块是牛筋啊。好硬啊！这牛筋应该煮的不够久，煮久一点的话，应该会很软烂的。试一下牛肠哦。哇，好有韧性哦，咬不动啊。哦，牛肠不行，太有韧性了。牛板筋我估计也是挺有嚼劲的。这个牛板筋不行，根本就咬不动，必须得高压锅压一下。我觉得牛板筋来烧烤可能会更适合一点。这个牛肚可以很香，而且也能咬得动，口感刚刚好。热气腾腾的牛尾巴，我们以前也有做过一期视频哈。它这个牛尾巴应该有卤过，很好吃。它这个皮是脆的，应该是煮的不够久，煮久一点的话，应该就是软糯的那种。这种脆脆的口感更好吃哎。再来一块牛排。哇，它牛排应该也是卤过的，肉一点都不塞牙，很香。哇，这牛排绝了，满分啊！吃的好爽啊，还有好多没吃啊。我们先来做个总结，一会儿再慢慢吃啊。放在一起对比，我个人觉得最好吃的肉就是三花趾、五花趾，还有这个吊卤。牛杂的话，我强烈推荐毛肚跟黄喉，但是他们家的牛尾巴跟牛排煮的好香哦。最后就是胸口油了，我每次吃火锅必点2盘。OK， 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了，祝大家牛年吉祥，牛气冲天。我们明年再见，记得点赞关注。